毕达哥拉斯，这位古希腊的哲学家、科学家和数学家，不仅是最早提出日心说的思想家之一，也是历史上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他于公元前580年出生在爱琴海萨摩斯岛的一个贵族家庭。毕达哥拉斯的哲学思想影响深远，不仅被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后来的哲学家继承，还对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探索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今天我们将探索毕达哥拉斯的传奇故事，并聆听他留下的智慧语录。毕达哥拉斯被誉为数学之父，是第一个把勾股定理普遍化的人。没错，正是那个你在学校数学课上学到的勾股定理，也称为毕达哥拉斯定理。关于这一定理的发现，有一段有趣的历史记载。当毕达哥拉斯在一位朋友家做客时，他发现大家都在无聊地等待用餐，而毕达哥拉斯被朋友家漂亮的方形瓷地板砖吸引，在万物皆数的思想的驱动下，必然想到了它们和数之间有什么联系。于是他拿出一支笔蹲在地上，以其中一块瓷砖的对角线为边画正方形，惊奇地发现这个正方形的面积恰好等于2块瓷砖的面积之和。在万物皆数的数学哲学思想指导下，毕达哥拉斯深入研究了事物内部的数的结构和数的比例关系。毕达哥拉斯在公元前6世纪发现了黄金分割，有人称之为神圣分割。毕达哥拉斯因为向往东方的智慧，跨越重洋，游历了当时世界上文化最为发达的2大文明巴比伦和埃及。在这些古国，他不仅深入学习了数学、音乐和天文学，还探索了宗教与神秘主义。学成后，毕达哥拉斯迁到了意大利南部，传授数学及宣传他的哲学思想，并和他的信徒们创立了毕达哥拉斯学派。这个团体不仅教授数学与音乐之间的深层联系，更讨论灵魂不朽与转生的理念。据说，毕达哥拉斯认为豆荚内含有人类的灵魂，因此严禁跟随者食用。毕达哥拉斯在当时的学术界中被视为一位进步的思想家，他允许贵族妇女来听课。毕达哥拉斯坚信，妇女和男人一样有求知的权利，因此在他的学派中就有10多名女学者，这在当时的其他学派中是极为罕见的现象。毕达哥拉斯不仅是古希腊时期著名的哲学家，他还是西方音乐史上第一位音乐理论家。毕达哥拉斯认为万物的本源是数，用数学的原则可以推演一切事物。在音乐方面，他把数与音乐联系在一起，提出数是音乐的根源，即音乐是数字。毕达哥拉斯认为，美德乃是一种和谐，正如健康和神一样，友谊也是一种和谐的平等。因此，在他的著作《金言》中，提出要敬神敬父母，要用道德标准选择朋友，对朋友要谦让、忍耐，对人言行要公平，甚至人说坏话也要谦逊地退让。他的这些思想看起来是在一个狭隘的生活圈子里提出的道德忠告，并且仅仅是出手利己的经验和目的。但毕达哥拉斯试图从他所经验的团体和社会生活范围内提炼出一种普遍性的道德要求，对于实际生活加上一个道德规则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毕达哥拉斯作为第一个试图讲道德的学者，他的《金言》应该说是古希腊道德规范体系的雏形。毕达哥拉斯是历史上最有趣味而又最难理解的人物之一。不仅关于他的传说几乎是一堆难分难解的真理与荒诞的混合，而且即使是在这些传说的最单纯最少争论的形式里，也向我们展示了一种最奇特的心理学。简单的说来，毕达哥拉斯的形象可以被描述为爱因斯坦与爱蒂夫人的结合体，融合了卓越的科学洞察力与深刻的神秘感。毕达哥拉斯智慧语录：哲学在成功时是装饰品，在失意时是避难所，在年老时是供应品。不要去追逐幸福，它一直在你身体里。时间是这个世界的灵魂。在有阴影的云层之上，是有光的星星。
关于快乐生活的科学就是只活在当下。如果你能成为一只雄鹰，就不要努力成为寒鸦中的第一名。最伟大、最美丽的东西是看不见的，也摸不着的，它们必须用心去感受。与其选择强壮的身体，不如选择坚韧的灵魂。朋友就像旅途中的伙伴，应该互相帮助，在通往幸福生活的道路上坚持不懈。盐来自最纯净的父母，太阳和大海。不要走拥挤的马路，走人迹罕至的小径。永远选择看上去最有利的那条路，不管它多么坎坷，习惯很快就会使它变得容易和令人愉快。朋友的打击总好过敌人的亲吻。永远不要相信一个会说伙伴坏话的朋友。不要试图用虚假的言辞来掩盖自己的错误，而是用检查来纠正错误。清醒是灵魂的力量，因为它使理性不被激情蒙蔽。愚者因言语而为人所知，智者则以沉默而闻名。不善拒绝会使你经常成为一个不情愿的精神奴隶。喜欢本视频的小伙伴点赞加关注，进入主页观看更多精彩分享。